还好，我这两天我又赚了一点钱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赚了2800，确切是讲是赚了2800。为什么？这个手表，大家看到我前面几期视频就知道，我这个手表这个表冠坏了，然后去找客服修的时候呢，他说你这个表冠没得修了，只能置换。置换的话，给2800给你换一个新的手表。同型号的，后来想想还是不修了吧，因为2800我还不如加点钱去买一个 S7或者 S8的嘞，也就3000多一个新的，所以就没修。我觉得通过手势控制也是能用的，所以呢就现在一直都用那个手势来控制在用。但是这两天突然这个表冠以前按任何都没反应的，现在按就能亮了，怎么样？长按的话，开锁了。竟然能起作用了，怎么样？神奇的，它是可以叫出来的东西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而且表冠旋转也是有效果的，就是这个表冠恢复到一个就是没有问题的一个状态了。而且这个我没有任何去维修它，也一直就是这样带着。从7月份下水游泳以后，就表冠就坏了，直到现在刚好11月1号。这个手表到现在呢，它有神奇般的自己竟然好了，还好当时没有花2800去把它置换一个新的，还好没有驱动。现在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真的一点问题，表冠怎么操控都是 OK 的。它现在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手表来的，表冠怎么操控它都是可以操控起来的。这个就是没有维修，也没有去特别的怎么样去处理它。上次呢，我们有试过，就是用水去冲洗泡。有些人觉得真的是，可以给它冲洗好，冲一冲，然后转一转，它真的是恢复正常了。但是我冲了几次都没有效果，没有任何作用的，然后呢，但是这个手表呢，我一直都带着啊，确认它是没法用表冠去操控的，我只是通过它的手势这样去控制它，还是可以操控的。但是这2天突然就好了，这个就是让我很意外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奉劝大家如果真的表冠不能操控或者完全失灵的话，可以照着一个用清水去冲洗一下，用热水去冲洗那个表冠，转一转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不要理它，不要维修，不要置换，等等，说不定它真的就自己好了。这是我的经验大家可以试试。坏了不要马上去换，也不要去维修，先带着先，说不定哪天真的就奇迹出现了。OK， 好吧，拜拜。哇，太高兴了，我又捡回来2800块钱。OK， 就这样拜拜。